成亲当晚，我逃婚了。听说那将军身高9尺，丑陋无比。吉时已到，他之前娶过的夫人都暴毙了，想让我认命等死，做梦！京城虽大，却没我容身之处。若被爹抓回去送进将军府，下场必然凄惨。干脆出京吧。只要混进军营出城，守城兵卫定不会严查。这位大哥，我认识几个字，能应征文书吗？总算出来了，趁天黑，溜！乔婷，你给我过来！磨蹭什么呢？将军正等着要人呢。将军，我不去，大哥，将军，这是新招的文书，认识几个字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叫什么名字？乔婷。身板干巴巴的，体质不怎么样，先留着吧。乔婷，你过来，给我磨磨。跟在他身边，那岂不是逃不了了？本将军姓凌名扬，你记住了。凌阳，那不是我御赐的夫君吗？今天应该是我们成亲的日子，怎么他也逃婚了？传闻中他凶神恶煞，怎么本人长得这么斯文俊美？算了，既然他也能逃婚，说明压根看不上我，还是找机会赶紧跑。把这些回信抄了，一份都不能少。将军，这不好吧？都是男人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你就睡在那张小床上，离我近点儿，方便本将军随时使唤。娇生惯养10几年，竟然沦落到要伺候男人通缉。你说什么？没，我说将军真是体恤属下。一个女人混在军营，吃喝拉撒都是破绽，住在羚羊帐里反倒成了掩护，尤其是洗澡。至于看男人身体这回事，一回生二回熟吧。把这收拾干净。是将军。他每天都洗，这水也不算脏，不洗白不洗。乔婷啊，你将军，这水还没凉，我想着别浪费了，我这就出来。一会儿你出来，我有事吩咐。
总算把这尊瘟神打发走了。糟了，这种感觉是癸水。小婷，磨蹭什么呢？快点！马上来了。照你这个速度，天亮也到不完。这木桶加上水，少说200斤，他居然毫不费力。行了，跟我出来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刚才收拾的太匆忙，竟然跌在地上了。他一个大男人，眼睛怎么这么毒？你受伤了？没有，将军。那这血迹从何而来？他在怀疑我私藏外人，这在军营可是掉脑袋的大罪。其实刚才是我不小心受了点伤。你早说就是了，磨叽什么？哪里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没伤啊？那是哪儿？没事儿，就一点点伤，刚才已经结痂了。刚受伤就结痂？乔婷，你这什么体质啊？行了，赶紧出去做事，别在这儿愣着。是。日夜相处，早晚要露馅儿。要是被治个欺君之罪，那可就完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逃走。冷，好冷。乔婷，深更半夜的你在干嘛？怎么烫成这样？娘，乔婷，你醒了，赶紧的把药喝了。杨大哥，我昨晚是在这儿睡的。可不是嘛，昨晚你高烧不退，军医看了都直摇头，说你这身板太虚。老大昨晚守了你半宿，还发话了，说你要是再烧下去，就把你留在镇上养病，不带你走了。我高烧不退。你可不知道，我昨晚带军医过来的时候，你正死死抱着老大叫娘呢。不是我说，你病了力气可真大，我和居医一起上手都没把你拉开。我抱着林将军叫娘。你不知道，昨晚将军的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。我刚才听说他正在后面磨刀呢，估计正琢磨着怎么收拾你。磨刀，完了，这军营待不下去了。哎，乔婷，你干嘛去啊？收拾东西，逃命！逗你的傻小子，将军哪有那么不近人情？你病了就好好休息，今日不用你伺候将军了。谢谢杨大哥。
老板啊，好，怎么出来了？脸色这么白，还在发烧？将军，我没事了，烧已经退了。退了就回帐子里待着，别在这晃悠。脸色不好是因为癸水没走，并非发烧。但这人眼神怎么怪怪的？昨晚抱着他喊娘，他该不会是怀疑我有病吧？乔婷，今晚来这儿睡。将军，不可！有何不可？你这身板跟纸糊的一样，万一后半夜再烧起来，谁伺候谁？属下不敢打扰将军休息。少废话，两个大男人挤一挤更暖和。赶紧过来，别让我说第3遍。愣着干什么？进来。疯了，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？躲什么？军营之中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，营地条件差时，同辈而眠也无可厚非。乔婷，你平时怎么锻炼的？隔着衣服都硌手，瘦得跟个猴子似的。我自幼体弱，家中管得严，一直只知道读书，也没习过武。哦，成亲了吗？没有，我总不能告诉你，我就是那个跟你定了亲，成亲当天翻窗户跑了的霍家小姐吧？男儿都成家立业，你这个年纪也该成亲了。那将军你呢？你贵为镇国大将军，也该婚配了吧？成亲倒是成了，陛下亲自赐婚，荣光无限。只是女方，我并未见过。成亲了还未见过，这又是为何？我当然知道你没见过，咱俩在成亲当天各逃各的，要是见过就出轨了。本来就从未见过，又没有感情，我一介武夫如何能与那种书香大德出来的温婉小姐相处？怕是说句话都能把人家吓哭。倒不如我先避开一阵子，既然她不愿嫁，我也不愿娶。我不回去，她在家里还能过得松快一些，不用看我这张阎王脸。他逃婚竟然是为了成全我的自由，这男人怎么和传闻里杀人不眨眼的样子完全不同？行了，睡吧。热，这也太热了，它怎么跟个火盆似的，热得人喘不过气。太热了。以前总觉得男人留胡茬粗俗的要命，怎么长在他脸上倒显得理所应当了。看什么？还不快睡！他居然没睡着。太热了。完了，这觉是真睡不上了。白天板着一张脸，跟谁欠了他800两银子似的，睡着了居然是这个样子。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就不逃了。
这一夜可怎么熬啊？哟，乔婷，昨晚被鬼撵了，怎么这副鬼样子？来，喝口茶提提神，别回头把将军的公文写成了催眠符。多谢杨大哥，我去续点热水。阿木，你过来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阿木，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啊，将军？您这说话怎么跟打哑谜似的？属下听不明白。平常用兵如神的人，说话怎么开始吞吞吐吐了？哎呀，就是，你怎么这都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什么？将军，您是受伤了，还是身体不舒服？有病咱得找军医啊！阿木，这事儿不准跟外人说。最近本将军有些心浮气躁。说的什么啊？这男人说话怎么没头没尾的？懂，将军正值重年，火气大正常。要我说，你去找军医拿2副药调理一下。不去。得，您不去，那我也没法子了。您就慢慢熬吧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这军营里果然都是粗鄙男人。不过这羚羊倒还算洁身自厚，没让我失望。阿木，问你个正经的，你有没有？将军，我老杨可是正儿八经的纯爷们儿。呸！粗枝大叶的你也配？他没看上杨大哥，那在这军营里，离他最近、唯一同他而眠的人，总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怪不得他要逃婚，什么怕小姐不自在，根本就是借口。原来大将军羚羊根本就不喜欢女人。完了，我现在是乔婷，是个细皮嫩肉的小书生，在他眼里，我不就是现成的？不走就完了，不被他盯上，早晚也会被拆穿身份。女扮男装混入军队，那是欺君死罪。我真是疯了才会觉得这里安全，两头都是死，哪怕在荒山野岭喂狼，也强过在这被他盯上。得赶紧收拾细软，今晚就跑，必须得跑。戒备这么严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何况我还是在羚羊眼皮子底下。半夜哪怕我翻个身，那尊阎王都能察觉，硬跑肯定死路一条。得想个万全之计，让他彻底睡死过去。3对轮值，2个时辰一换，亥时和丑时交接会有片刻空缺，只要避开羚羊就能走。大哥，这军中苦闷，能不能弄点带劲的酒？我想敬敬将军。乔文说，这可是久藏的老白干，别说人了，就算是头公牛，喝完这一壶也得醉死过去，雷打都不带醒的。多谢大哥，就要这效果。等灌醉了羚羊，就是我彻底离开的时候，这辈子都别再见了。好端端的怎么要喝酒？将军，属下今晚心情不好，能不能请将军陪属下喝几杯？怎么了？你平日里最是稳重，今日倒转了性。其实属下在都城有个意中人，是位贤良淑寿的大家闺秀。可惜他父母嫌我门第低，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我这才一气之下离开了都城。意中人，大家闺秀。是啊，
这辈子恐怕再难相见了。为情所伤，那是该借酒消愁。等明日酒醒了，这些烦心事便全都烟消云散了。来，干！我本意是要灌醉他好跑路，哪能把自己先搭进去？将军，我心里难受，实在喝不下。难受就喝酒啊！男人解决烦恼的法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一醉方休。磨磨唧唧，我帮你。这才对，男子汉就要有千杯不倒的豪气。豪气什么？我这是为了逃跑，不是为了自损2万才上定800。将军喝！该你了，乔文书。完了，这人2碗烈酒下肚，眼神比老鹰还清明。想让他喝醉，除非我酒神附体，这逃跑计划算是彻底凉了。你不是心里难受吗？本将军今日豁出去了，专门为你排忧解难。将军，我真不喝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酒场如战场，哪有临阵脱逃的道理？再来，将军，你有几个头啊？喝醉了，心就不疼了。跑，喝成这样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还好衣服还在，没露馅。9月初1，多好的日子啊，全毁在这一顿酒上了。伙房那酒劲儿也太大了。那圣上就是不长眼，乱点什么鸳鸯谱？我骂了那位不长眼，完了，我本就是逃婚之身，现在又加了个大不敬的罪名。林阳要是听到了，不得当场把我抓起来。门哥哥，怎么还没回来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小祖宗哟，将军那是去巡视防线了，日理万机，哪有空天天陪你？我不听，那我就在他营帐里等着，等他回来。他是谁？哎呦，明姑娘，这位是伺候将军的文书，叫乔婷。明姑娘，这军营重地，到处都是大老爷们儿，粗鄙的很，真不是您待的地方。您就听老杨一句劝，赶紧回京城去吧。大老爷们待的地方？老爷们待的地方，凭什么他能在？乔婷在怎么了？她虽然瘦了点，但嬷嬷抄书可是一把好手。明姑娘这女扮男装都快写在脸上了，杨大哥居然还是没看出我也是女人，真不知道该夸她正直，还是该骂她木头。明姑娘，您消些火，先歇着，属下这就出去。杨大哥，这位明姑娘到底什么来头？这脾气可真够大的。她叫明珠，那是老将军的掌上明珠，自小跟咱老大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。听说咱这回扎营在西郊，离京城近，这小祖宗就偷摸跑过来了。那将军就由着他在营里这么闹？那能怎么办？他一直心仪老大，全军营都知道。虽说性格骄纵了点，但老大一直拿他当亲妹妹宠着呢。青梅竹马。杨大哥，你说将军他是不是因为早就喜欢明珠姑娘，才特意逃了那门御赐亲事的？那倒不是，将军只把明姑娘当亲妹妹。不过，你一个小文书，竟然知道将军逃婚的事儿。这种事，营里私下不都传遍了吗？我也是随耳一听。啊，
见过将军。林哥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明珠，你怎么又跑来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他是谁？为什么会睡在你的帐子里？乔廷是我的文书先生，专门负责公文往来，在这儿怎么了？文书先生，林哥哥，你是不是眼神不好？我就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。明姑娘，你放手！你敢抓本姑娘头发！撕衣服揪头发，把地痞流氓的习性学了个遍，成何体统？明珠，你现在就回京城去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乔廷，去把书架上的兵法给我抄10遍。抄书好啊！得罪了名家小姐，这正是我离开的最佳借口。将军，乔廷，你怎能如此娇弱？像你长得这么精致的男人也不多见，眉眼细腻，唇红齿白。若不是在军营里看你性子坚韧，我真要以为你是女子了。将军，我今天得罪了名家小姐，得罪了老将军的心头肉，这在军中是罪大恶极，请将军把我逐出军营吧。说什么胡话？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把你逐出军营？可明珠小姐不是您，我吃不准她到底把明姑娘当亲妹妹还是一亲人。我不过是个刚入营的小书生，她犯不着为了我跟老将军家闹翻啊。军营里能识文断记的人不多，你走了，谁给本将军干活？可明珠小姐生气了，将军不要哄她开心吗？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喜欢女人。她果然不喜欢女人。如果让她知道我是个女扮男装潜伏在她身边的骗子，这雷霆之怒，我可承受不住，得走，必须得走。可这军营防守的滴水无漏，现在竟然成了个必死之局，无解了吗？手腕疼。将军已经不疼了。将军当然是不疼，疼的是你的手腕。他明明是个冷面阎王，怎么笑起来会像太阳一样？我想靠过去，想汲取这一点点暖意，可这太阳再暖，照的也不是我。可惜他不喜欢女人。根本睡不着，一闭上眼，全是他在阳光下笑起来的样子。这就是喜欢吗？可他喜欢的是作为男人的我。如果他知道我是霍婉婷，性别生来注定，取向也无法更改。羚羊，纵然有婚约在身，你我之间终究也是有缘无分。长成这样，怎么可能是个杀人如麻的怪物？他的嘴唇一定很软吧？果然很软。
杀伐狠厉的镇国将军，嘴唇居然能这么软。早就跟你说过，我睡着时也能感应到周遭的任何响动。从你翻身下床走过来时，本将军就已经醒了。乔婷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我乔文叔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估计是将军公文多，乔兄弟辛苦。是睡不着，出来透透气。大概在他们眼里，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根本没有任何危险。他说让我跟着他，他明明把我当成男人，却还是要我跟着他。羚羊啊羚羊，你竟然真的堕落到这种地步吗？我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既然已经出来了，现在不正是逃跑的大好时机吗？只要跑出这片驻地，天高地远，再也没有什么大将军，也没有什么文书朝廷。反正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两手空空的来，就该两手空空的离开。这一步踏出去，我就再也没机会见到羚羊了。终归是有缘无分，何必强求呢？明珠起码都要跑大半天，我这2条腿走到天亮才走出10多里地。这位大哥，能不能搭个顺风车？你过来，给我磨磨。你就睡在那张小床上，方便本将军随时使唤。乔婷，你没伤啊？那是哪儿？乔婷，今晚来这儿睡。将军，喝！将军当然是不疼，疼的是你的手腕。小兄弟，醒醒，到地方了！竟然已经离京都不过几里地了。逃婚一遭，遇到了夫君，再逃一遭，又回到了京都。这命运真是可笑。弟弟要是看到我回来，
会是什么反应？逃婚的大罪要是降下来，全家是不是都要被我连累？小姐，小姐还知道回来，七喜还以为小姐不要我们了。七喜，你知不知道夫人天天以泪洗面，老爷急得头发都白了，到处派人偷偷去找。小姐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吗？别哭了，我回来了。小姐瘦了，瞧这锁骨都深了，在外面定是连顿肉都吃不上。能回来就不错了，哪还顾得上胖瘦？小姐快洗，洗完换上那衫云缎裙，清洗这就去通禀老爷夫人，全家人这2天为了您魂儿都丢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回到家后，家里人不停地给我调理身体，日子也一天一天过去。这京都的床倒是软，可怎么总觉得冷冰冰的？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是还在找那个逃跑的文书，还是已经回到了他那冷冰的大将军府？总是在乱想些什么。婷儿，该喝药了。母亲，您怎么还没睡？娘放心不下你，这些日子你受了太多委屈。女儿没事，只是有些事情想不明白。有些事情或许是命中注定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双鱼玉佩，这是你出生时的信物，原本是一对。母亲，原本是一对，那另一半呢？罢了，有些事情时候到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好好保重自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将军府来人了！来的是谁？来干什么的？小姐，奴婢真不知道，只瞧见几个穿着甲胄的兵爷正跟老爷在前厅说话呢。要你何用？将军府？难道是林阳亲自来了？他来干什么？抓我回去问罪的？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我就走。杨大哥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林阳发现我跑回了家，派他来抓人的？既然如此，将军的意思是，这门婚事还是退了吧？这御赐的婚事，退婚可是大事啊！退婚也是，他在营里亲口说过不喜欢女子，甚至对我这个男人动了心思。既然如此，来退婚省得耽误彼此，倒也像是他的作风。理解归理解，可怎么就这么难受呢？谁？是我家小姐，杨将军不必惊慌。小姐，柏叔，我不过去了，快放开我！小姐别怕，这杨将军不是外人。不，柏叔，我是真怕呀！杨大哥，好久不见。你，乔婷，是我。你竟然是女的！
不对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乔婷吗？你怎么成了霍家小姐了？杨将军，您冷静点，这真是我家小姐。将军，林大哥，快出来！什么？羚羊也来了？阿木，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乔婷，真的是他。林将军，这是我家小姐霍婉婷。凌将军，光天化日，男女授受不亲呐！哎呀，白管家，识相点，让我大哥跟霍姑娘好好聊聊。我看今儿这亲啊是退不了了，你快去跟霍老爷通禀一声，省得他老人家一会儿吓出个好歹来。你为什么要走？将军，如你所见，我是个女人。女人怎么了？将军忘了，你说过，你不喜欢女人。将军喜欢的是陪你磨墨、同你宿醉的乔婷，不是我这个京城里的霍家小姐。我女扮男装到军营确实不对，将军若想责罚，不管是什么，婉婷都认了。但我绝不愿将军为了这一纸婚约违背心意，去娶一个你根本不喜欢，甚至没见过的女人。既然将军喜欢的是男人，我同意退婚。你我之间有缘无分，婉婷在这里祝将军早日找到真正让你心动的那个人。霍婉婷，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本将军这些日子都快怀疑自己是否有龙阳之好了。我说不喜欢女子，是指不喜欢明珠那种蛮横无理的女子，不是指这世上所有的女子。乔婷也好，霍婉婷也罢，本将军喜欢的，从来只有你。原来你不喜欢男人。本将军取向正得很。你知不知道你不告而别，本将军找了你多久？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煎熬？每一夜闭上眼，想的都是你这个没良心的小文书。那我也不是故意要逃的。我本打算退了婚，就全心全意去找你，不管找不找得到，都终身不娶。哪知你竟然就是我的未婚妻！霍婉婷啊，霍婉婷，你真是耍我耍得团团转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择日成婚。白管家，你确定你没看错？林将军当真把婉婷给抱住了？老爷，老奴看得真真切切，杨副帅还把老奴给拽了回来，说这亲事退不成了。霍大人、霍夫人，你们就放宽心吧。我大哥这次啊，是捡到绝世宝贝了。这成亲的喜酒，你们二老可得提前备好了。闭嘴！大哥，杀敌的时候没见你慌，今儿怎么连马缰绳都快抠断了？羚羊真是个急性子，当日找了媒夫看日子，竟硬生生选了7日后就成亲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
真到了这一刻，我反倒镇定下来。这缘分兜兜转转，终究还是回到了原点。听着动静，羚羊的部下和好友怕是都来了。据说连明老将军都送了贺礼。至于明珠姑娘，似乎因为离家出走，被抓回去关了禁闭。小姐，姑爷正在外面被杨副帅他们灌酒呢，听说连老将军派来的副将都让他多喝几杯，我看姑爷今晚有的受了。他酒量好着呢，不用管他。清喜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去外面伺候吧，这里不用守着。是小姐，那奴婢就在外面，有事您唤我。夫君，夫人有礼了。为夫该叫你霍婉婷还是乔婷？不管是霍婉婷还是乔婷，都是我。对，都是你。